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金鹰奖，王一博众望所归。刘亦菲除名85花之胜艺人，诚意令人意外，精彩刺激。第32届金鹰奖评选才刚进行到第2轮，就已经掀起了一阵热潮。最佳男主奖的投票环节中，得票差距过于悬殊，结果毫无悬念，因此引发了粉丝们的争议。女主奖项这边又一次出现了入围后1轮、2轮又被除名的神操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突发状况其实也是娱乐的一部分。令人费解的是，这种节奏频出的排名还有多少可信度呢？金鹰奖中最引人瞩目的依然是最佳男女主角奖的归属，这次也不例外。从年轻小生到成熟大叔，各个年龄层的男演员都囊括其中。即便是不在娱乐圈的人，其中也必定有你能叫出名字的。然而，根据芒果娱乐公布的12位明星名单来看，这次的入围人选仍存在不少疑点。往年入选的人数应该不止这么少，12人很可能只是从中挑选出的一部分明星进入了名单。先不论某些人的真正实力如何，这些明星所提名的作品本身就颇具争议。例如，提到了胡歌主演的《县委大院》，却没有提及《繁花》。在许多人眼中，胡歌的《繁花》显然是一部更具代表性的作品。无论是剧情本身，胡歌的演技，还是其知名度，都显得更为突出。还有张若昀主演的《警察荣誉》，《庆余年》前段时间火得不可开交，这次的提名竟然与这部作品无关。且不论这部《警察荣誉》是否真的称得上合格，甚至知道这部电视剧的人都寥寥无几。12个人的投票结果公布后，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截至9月10日，诚意以182票的绝对优势暂居领先位置。在流量小生王一博演唱的《追风者》以92票位列第2的情况下，其他人获得的票数甚至不到40票。这12位真的能完全代表入围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的所有候选人吗？对于这个问题，一些网友以追根究底的态度访问了金鹰奖投票的官方网站。平时不注意，一看还真让人吃惊。最初入围的作品远不止这12个，甚至展示的代表作也比图片中的更多。除了诚意、胡歌、王一博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之外，还有许多熟悉的面孔也出现在了名单上。举个例子，我们这10年中的侯勇和陈赫，或者是大考中的王千源，或是出演《三体》和《城中之城》的于和伟，这些人哪个不是当红作品加身、名气不小的男星？此外，官网上也提供了对胡歌《繁花》的投票选项。只能遗憾地说，张若昀主演的《庆余年》未能上榜，实在令人惋惜。那么在这次评选中，究竟谁才是备受期待的男主角呢？观众的眼光敏锐，优秀的作品终究会被人发现，不会被埋没。当前最受大众支持的演员是程毅和王凯，两人都是实力派演员，不靠炒作，行事低调，凭借真才实学赢得认可。接下来是像王一博这样年轻的明星。尽管王一博始终被困在流量明星的舆论漩涡中，然而电视剧《追风者》确实消除了许多质疑的声音。这次王一博在观众和网友中呼声高涨，显然具备相当的竞争实力。乍看之下，最佳男主角奖的得主似乎已经有了几个备选。然而，尽管呼声再高，最终结果尚未揭晓，徒增焦急而已。与最佳男主角奖项的争议不断相比，最佳女主角的评选则顺利得多，几乎没有波澜。
有实力的女明星无论走到哪里，始终都那么引人注目。85花之舞，85花的百花奖角逐刚落下帷幕，金鹰奖的争夺战便接踵而至。真是奇怪，85花姐妹仿佛被某种魔咒笼罩，每次角逐奖项时总会遭遇各种波折，要么全军覆没，一个都没选上，要么勉强入围一个。姐妹们本人不急，反倒是她们的粉丝已经快要急疯了。这集可以称得上是最具希望的一集。在第一轮评选中，刘亦菲和赵丽颖均成功入围。此外，这对姐妹最近也都有广为流行的代表作品，例如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中，黄一梅的复杂情感和爱恨纠葛令无数观众难以自拔。播出后，甚至引发了一股女性恋爱自由的热潮。然而，刘亦菲首次入围并非凭借这部作品，可以投票的作品包括《梦华录》和《去有风的地方》。尽管这两部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可能不及《玫瑰的故事》，然而刘亦菲的演技能够入选，自然是具有相当的分量。赵丽颖凭借《风吹半夏》和《幸福到万家》成功入选。不得不说，赵丽颖在深造之后，演技确实始终保持在线。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女主角，她都能轻松掌控。许多观众也纷纷表示，这两部作品实在难以分出高下。事实上，有网友提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奖项投票机制，例如赵丽颖凭借两部作品入围，而观众最多可以投出6票。那么，大多数人是否想分别为她的两部作品投票呢？然而，实际的计算方式并非如此。简单来说，评选的对象是最佳女主角，而不是最佳女演员。我们选择的是作品中的主角，而非演员。如果你为她的两部作品都投了票，不仅不会增加票数，反而有可能导致总票数被分散。像这样，只有一个作品入选的人实际上会更具优势。仔细一想，虽然理由充分，但实际运算是否真是如此，还未必。当网友们仍在为选择哪位85花而美美的犹豫时，金鹰奖官方已消除了网友们的这一疑虑。在第二轮中，刘亦菲的名字竟然完全消失了。一轮游除名，刘亦菲的粉丝起初还以为她第一轮就被淘汰了。我在思考这两部作品究竟哪里出了问题，竟然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然而，事实上刘亦菲的应对方式比一轮游还要更加离谱。刘亦菲已被主办方紧急除名。看到这条消息，刘亦菲的粉丝们仿佛天塌地陷。刘亦菲一向为人低调，通常只有在有新作品推出时才会短暂活跃。终于入围了评奖，刘亦菲的粉丝们弯了整整一辈子的腰，这下终于可以挺直身板了。谁曾料想中途被除名，弯曲的脊背最终还是承受不住，彻底折断了。刘亦菲刚被除名，网上的谣言便接踵而至，一时间，各种关于刘亦菲的负面消息纷纷传出。但事实真是刘亦菲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吗？并非如此。刘亦菲被除名的原因在于金鹰奖的评选要求参选者必须拥有中国国籍。刘亦菲的国籍并非中国，而是美国。然而，这一问题仍然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既然你在审核时已经说明非中国国籍不能参赛，那为什么第一轮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已经到了第二轮，才匆忙宣布除名，白白让粉丝空欢喜了一场。更严重的话，可能不仅仅是粉丝受伤，刘亦菲的声誉也会因此受到影响。这件事曝光后，刘亦菲的粉丝们立刻开始为她鸣不平。既然刘亦菲的作品已被删除，那么其他外籍选手的作品也应该一并删除。除了这一批为刘亦菲发声的粉丝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心目中的神仙姐姐其实根本不是中国国籍。
网友们依旧风吹草动，立刻指责刘亦菲不爱国，展开了一轮猛烈的抨击。然而，刘亦菲的国籍问题其实不能责怪她，归根结底，这主要是因为她的母亲。刘亦菲年少时，她的母亲便前往美国定居。当时年纪尚小的刘亦菲，为了享受美国的政策扶持，不得不将国籍一同更改。刘亦菲自幼在美国成长，但她始终将中国视为自己的家。她并不太在乎国籍这类事情。其实通过她持续参演内地影视作品这一点就能看出，刘亦菲对在中国的生活一直非常喜爱。然而，网友们似乎并不买账，一个美国人却不在美国发展，真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有网友提出，所有评选应设置国籍限制。由于这是中国内地的奖项，如果不限制国籍，那获奖者可能全是外国人了。有的人聊着聊着，话题竟转到了外国人如何在中国赚钱。我们接连讨论了明星偷税漏税的问题。不得不说，刘亦菲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确实相当高，否则也不会掀起如此轩然大波，引发众多话题热议。截至目前，金鹰奖仍处于入围阶段，最终的获奖者尚未确定，一切仍充满未知。网上的呼声基本上都很统一，最终结果也不会有太大出入，无非就是从那几个人中选一个。要说谁最遗憾，刘亦菲称第二，恐怕无人敢认第一。本来十分有资格被评选的女星，却因为国籍问题而被无情地剔除在外。同时也希望金鹰奖的主办方下次能够更加细致谨慎，避免出现类似的疏忽。这种从初选入围到复选被淘汰的过程，不仅损害了明星的声誉，也降低了奖项的含金量。